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叉社重涂的这3款刹车，一黑两红，主要还是身上的涂装条纹不一样。盒子也是这样小巧玲珑的，刹车在里边是车型的展示。制品方面，内附说明书、人物卡，并且这一次的带压配色里边会带一张水贴，可以自行贴一些仿记忆玩具式的细节。配件内容：一根臂炮，一把小手枪。当然，每个人还会带一辆这样的车载小摩托。毕竟这个模具也是叉社的一个老产品了，出来有几年了。总体来说，其实这一套的设计在叉社的变形里边还是非常简单的那种，包括2个形态处理的效果也不错。之前的原色版网友评价也都不错啊，也是在那个年代官方的 MP 还没有做出来。这一回也是重涂出来了带压的3款配色，其实仔细看头雕和原色的动画版是不太一样的，而这2款的头雕呢，也是和记忆玩具的这颗头雕很接近的一种感觉。涂装方面，这3款可以说除了头雕之外，模具是几乎差不多的，只是在涂装的细节上边做了一些分色的处理。老玩具了嘛，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变形。以黑色这款为例吧，首先把小摩托的脚架收起来，然后打开座位，小握把收进去，进行一个双关节折叠，摊平盖子扣上。变形第一步，我们先把手腕给它拧一下，然后手臂上边包的这一块打开，另外的一片立起来，打成这样的一个形式。肩部这个地方拆开卡扣，卸开这面的板子。但叉社的这个玩具啊，在操作的过程中就有一些很不方便的地方，你用手指甲是很难抠出这个锁扣的，需要借助一点工具，因为这个地方绷着劲儿啊。我们把这个小梯形的锁子解开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一块贴合过来。接着这个小梯形锁再归位，旋转到这个角度即可。胸口下方的卡扣打开，这个插合的地方抠掉，然后整个的盖子往后翻，胳膊往前旋转。肚子下方这里也是把倒车镜从这里双关节折叠放出来，扣在外侧。这个倒车镜的根部相当的软，超级软。一开始我只以为它是那种普通的软胶材质，没想到柔韧成这个样子，就不用担心撇断它。头部旋转180度，往里收，把这一块顶平掉即可。然后盖子扣下来。这个盖子啊，边缘这里会有2个透明的凸点，还是带钩状的。你在车变人的时候会很难的解开，扣上了以后锁得很结实。拆不出来怎么办呢？别跟这样掰啊，拿你的手指肚顶在车窗的中间，顶在这个位置，拨一下就容易脱出了。不过这一下看着也挺惊悚的啊，但是没办法，我觉得这样操作也是一个最安全的方式了。好，车顶的这一块我们也密合起来，接着就要把手臂装到肚子里边，注意一下它盘的方向。先把这一块旋转起来，然后再继续用这个工具撬开这个地方有一个锁，一个小棍子把它竖起来，拉起来肩膀的关节，杆子往里缩，滑道的地方缩进去，再把这个棍子转下来锁上，这才变到位。然后把这一块旋转过来，把它贴合。这个时候2条手臂中间有卡扣，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，转到后面来，把2个座位的靠背折出来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叉社这也是他自家的风格吧。叉社一直对这个载具形态的驾驶舱内构这个地方很执着，非常热衷于对这里边的一个刻画。接着我们记得把这个车门板旁边的一个小角拉出来，然后往里塞这2条胳膊，进行一个双关节的折叠，卡进去。肚子下方的这块盖板我们直接贴在这儿就好了。车头的位置现在我们也变完了，可以看到驾驶舱内部的一些刻画，还有方向盘、前方的仪表盘也都有了。上半身很轻松的解决完毕，先打开左右这个地方的双关节，脚部接地拉出来，轮子
双关节翻斗套到外面来，手指插进去，顶开前腿板，翻起这个锁钩，再把前腿板压到里边的空间，然后锁钩翻上来，这一块的根部进行180度旋转，注意调整这个关节的位置的同时，把脚丫子收进去，成一个斜坡状，和这里顶平，然后左右结合起来。腰部的关节主要还是靠膝盖这里的2段齿轮关节去调整位置，调正了角度以后，上方这里扣合，把车顶先锁住，然后车帮这一块这里的挂钩锁上，这个双关节推进去，锁好。其实这款刹车是可以实现开车门的，后备箱的盖子也是可以打开的。我们把它这个双关节拉出来，这里翘起来。注意这个位置有2个卡槽，这2个卡槽是卡摩托车的前后轮的，我们把它夹进去，刚刚好夹在2个卡槽的中间，摩托车就立在这儿了。好的，盖上后备箱，盖上车门。其他的2个重涂的我们就直接跳过，快速变形。接着我们来把老前辈 G1 玩具的刹车变一下。G1 玩具的变形嘛，就更加的简单了，但确实也是那个味儿。其实 G1 的玩具我们看一下，它就是从这样斜着进行一个收纳的，这一点还是和 G1 有相似的地方。变完了以后，其实 G1 老玩具保证这个车型就保证的非常不错啊，合金的质感也很好。热感贴，老玩具的魅力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其实来说啊，刹车这个角色在动画片里边看似是一个打酱油的，但玩具上本身来说它可并不简单。在戴亚克隆时期的 Colobot 刹车就是一个非常高人气的角色，毕竟这辆的车型在日本国内也是相当受欢迎的。而且在戴亚克隆时期的广告内容里边，经常会有这辆红刹车的登场。早期的广告基本都是他是主角，也确实，戴亚克隆时期那一大帮早期作品成就了后续的变形金刚。没有这些精彩的设计，也不会被海宝相中嘛。在车型状态下也是各有千秋。红色和黑色这2款车门的侧面这里都有条纹的涂装刻画。背后这里的刹车灯、排气管，车头的前脸透明的大灯，下边的转向灯，以及进气格栅这里边细节，轮毂都涂得很漂亮，更多的像是真车一样的那种条纹处理吧，细节并没有那么多。所以这3款重涂版大概就是这样了，车型做得很不错。变形过程对于叉社这个厂家来说，这刹车是属于那种挺简单的变形逻辑，但最终处理完的效果呢也很好。变形中有很多 MP 的味道，但毕竟也是叉社前几年的作品了，而如今的 MP 的刹车也推出了，你们更喜欢哪一款的变形逻辑呢？当然，对于这些复古玩具的重涂元素，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情怀的味道吧。那么得嘞，这3款重涂我们就玩到这里。